着西裝打呔，攞大哥電話有咩用啊？啊？跟啲咁嘅大佬，吔屎啊你！新鲜事我来报，币圈大事我知道。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6月24日周二下午的4点26分。那今天呢，将会有3个阿尔法的领取啊，在5点钟的话会领取 Mongo，19点的话会领取 DMC 和21点上线牛顿。3个的话注意一下自己时间点啊，不要忘记。那牛顿的话，暂时还没有开放查询啊。不过按照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，Mongo 是25天之后领取，也跟昨天的涨文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，都是垃圾项目，我已经不想再提了。币安钱包的话更新了以下几种玩法，首先是首期的预售，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Pre-IDO， 那认购的模式也是3 BNB 上限。募集的金额是这些啊，但是它会强制锁仓，流通的时间的话是由项目方决定的。那首期的话，我们大家还是以观摩者的角度来进行参与会比较好。下一个的话是 Booster 的活动啊，12周的挑战赛维持时间是2个月，那周期是蛮长的。我们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参与到 Booster 的活动了，但是首期的话应该会有一定的毛，只不过以现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，不知道是大还是小。它是每一周啦，空投 0.5% 的 XNY， 一共空投是6亿的这个总量。参与的门槛是挺良心的，61积分就可以进行参与，而且好像应该也不扣分吧。总结一下，这种预售的方式的话，更像是减少开盘抛压的，因为目前大部分阿尔法上线即是最高点，散户拿到代币的话就会直接去选择买，所以它是一定会降下去，价格会下跌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比如说有一个阿尔法上线了币安的现货，那同时开启的合约，很多人就是选择直接做空的。那当然，合约就是赌博啊，再三强调，不要就是一时兴起然后就去参与合约。那这种锁仓机制的话，能跟项目方进行绑定啊，是为了让散户去了解这个项目，以达到上币安阿尔法的期望及项目方提供这样一个热度啊。不过还是看一下吧。观摩一下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，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、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，列入我们的币安交易所、OKX 交易所。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 20%、数字盲盒、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，赶快注册起来吧。另外呢，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。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啊，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。那么入口的话，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一个入口。接着我们来参与一下 OpenSea。OpenSea 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你先前参与过的话，那么请继续保持；如果你之前没有参与过，赶紧远离这个项目。那今天更新的3项任务啊，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。这里的话我已经亲测过，我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，所以它其实只要交互第一步就可以了。它是需要在任意链上去购买50 USDT 以上，但是我们参考一下第3个任务，它是在 ETH 上购买一个 NFT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的话要选择一下 NFT， 然后在左侧选择到 ETH 这条链。我今天购买的话是这一个啊，那么它价格是在 75.49 左右。价格是很高的。我在刚开始买的时候只有0.03，大概是69还是68左右。那这个都无关紧要。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我这边的话已经售出了，我是以0.034的价格，但我买入的价格是比较低的。再三强调，我们一定要先选择到日交易量比较大的，然后排名靠前的，像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。那我们再找一下它的平替品。也不是平替，我只是作为一个例子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下参考。那比方说我们来到这个，它是这个价格就蛮合适的，我们点击一下。然后在这个页面当中呢，我们尽可能停留多一点时间。你就是看一下它这里流动性多不多啦。那你会发现它这个24小时交易量仅有 12.59 的 ETH 啊，那这个交易量其实是比较低的。你会发现它长时间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波动，而且这个都什么 NFT 啊？我估计你买入之后呢，很难去卖出啦。你看，直到现在它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刷新，也没有任何的增加或者是减少。
那我们还是选择尽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一个。Nexus 的话开启了第3期，其实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参与了。不过呢，那时候对于地区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，好像只有什么亚太地区这些可以参与。好，我们说回这个话题。这里呢，挖矿的形式也比较简单。如果你没有买 CIL 的独立服务器的话，可以参考网页挖矿，也就是大家目前所看到的。我自己就是网页挖矿，我也没有买独立的服务器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网页比较卡了，你可以勾选一下左下角的这一个，它会清空掉我们那个背景，比如说是地球一直在转来转去的，会影响你电脑的这个 CPU。然后运行之后呢，这还不完全啊，因为它会断开。所以我们要每隔一段时间都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断开。那这个过程的话就比较烦。我们有一键操作可以让大家就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啊。点击一下检查，点击一下检查，我们来到这个控制台，然后在这个文本框当中呢，输入这一串命令词啊。这边，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，你直接可以按 F12。粘贴这个脚本代码，它其实就是定期检查我们的开关按键的，其他也没有什么。然后进行到一个粘贴，然后敲一下回车。它这里的话已经找到按钮，并且开始监听的状态，已经是开启状态，直到它关闭的时候，它会自行的开启。那我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很多观众老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来到下一个。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再来提一下 Camp Network， 它更新了3项小任务，通过去添加流动性、移除流动性和对应的借贷等一系列操作。那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具体的流程给各位观众老爷。那同时呢，先前参与过 Layer 3的，据小道消息啊 ，Layer 3的话将在6月26日截止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可能2天不到的时间。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话，抓紧时间去完成。我自己的话都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，我等一下去交互巩固一下。那做这一个就子任务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去领取一下测试代币啊。这里的话是领取测试代币的网址，这里填写一下地址，然后去申领。然后我们来到对应的这个页面，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。我们可以先点击左上角的添加流动性的这一个板块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流动性，可便于我们去进行到添加。那我们以第一个作为例子，它是 WCAMP 和 WBTC 作为一个交易对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对应 trade 的话，也要选择这2个币种。首先将我们的测试代币一部分调换成为 WCAMP。这里呢，我们输一下具体数额，比如说 0.1 就比较合适，或者具体数额根据你测试代币来定啊。然后这边点击一下 Warp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进行任何的操作，钱包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，只是我们要在这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一点。再将我们的测试代币一部分调换成为 WBTC， 然后呢，也是输入一下具体的金额，等待它这个金额的加载啊。整体流畅性的话，其实是比较卡顿的啊，这点还是不太满意的。我们做完对应的 trade 之后呢，就可以添加流动性了。这里呢，我们选取到第一个，然后进行到添加，这里输入具体的金额。我们做了一步添加之后呢，还要做一下移除啊。那这2个的话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任务的2项。可能会有一些观众老爷好奇，怎么移除流动性呢？这里的话是所有的流动池啊，那这里选择我们刚好添加的，然后点击一下。在这里呢，选择我们右上角这个 remove， 就是移除对应的流动性。这里可以直接勾选百分比，然后点击一下移除，然后小狐狸钱包会确认此笔订单。还是需要提前跟你预警一下啊，这个页面的话非常卡顿啊，要响应的时间的话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，至少每一笔交易都要确认30秒以上。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需要耐心等待。这一步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点击左手边正上方这一个 landing， 它会直接引导我们进入到 land 和 borrow 的页面上。我们选取到比如说第一个 USDC， 然后这里呢一开始的余额肯定是0啦。如果0的话，各位观众也想起来要怎么办呢？其实很好解决啊，就是来到最开始的这一步 trade，
将当前的测试代币兑换成为 USDC， 然后这里我们给到它 0.1， 然后加载这个就是它这个余额体现啊，至少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对，没错，我已经帮大家试验过了，至少1分钟。完成这一个步骤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到一个 land， 提供对应的金额，然后确认此笔交易，就可以进行到 borrow。borrow 的话也是用 USDC 来进行到一个归还就好了。那这里的话无需跟大家解释太多，直接操作就好了。完成这些任务呢，就可以进行到一个认证了。它验证任务的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，可能没那么快，但是你做了就好，做了它肯定会之后会验证掉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，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，我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。那同时呢，也可以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Dbox 群组当中艾特一下我，收到信息的话，我也会第一时间反馈啊。微信的话就不用跟我聊天了，我现在群里发不了消息，我微信封了1个月。